2026年元旦之后，台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正式成立，正在进行扩编的海军反舰导弹海锋大队也将改编为东南北中4个打击群。不过外界不清楚的是，这个以台湾自研雄风反舰导弹、美制岸基鱼叉反舰导弹为主力的作战部队，竟然是在陆军孵化出来的，并且还拥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名字——陆军111榴炮实验队。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支神秘部队。海锋大队成立于1987年，是台湾一支专职陆基反舰打击的部队，由岸基反舰导弹指挥部指挥，总人数大约为1100人，下辖多个编制。其中第一大队驻扎台中清水，负责北部、中部以及外地区；第二大队驻扎高雄左营，负责南部及华东区域；第三大队驻扎花莲地区。目前第一大队组建了6个固定阵地中队，5个机动中队，1个支援中队，足迹遍布全岛，从台湾最北端的基隆到西边的澎湖，再到东边台东和南边的高雄和屏东，再到内各滨海地区均有海锋大队的身影。机动中队的数量会随着海锋大队的扩建不断增加。其作战任务就是打击海上军舰列装的雄风2、雄风3、增程型雄风3以及岸基鱼叉，使得台湾的反舰范围扩大到了200公里。就是这样一支优秀的海军部队，却是从陆军脱胎的，也就是陆军111榴炮实验队。问题来了，这支神秘部队是怎么来的？111榴炮实验队的成立主要与雄风1导弹有关。1967年10月21日，埃及海军的 183R 型导弹快艇使用 SSN-2 冥河导弹在31公里之外击沉以色列海军的驱逐舰艾拉特号，这是导弹首次击落军舰，给台湾带来了很大的震撼。于是在1970年，台湾命令中山科学研究院展开雄风计划，研究反舰导弹。不过在这个时期，台湾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技术都十分贫乏，研制进度相当缓慢。直到1975年，台湾向以色列购买了天使1型导弹，安装在扬子号驱逐舰上。借助这个机会，台湾对天使1型导弹进行逆向工程，并进行仿制。在1970年代后期，又引进了少量天使2型进行参考。到了1980年，第一枚舰载型的雄风1导弹成功试射，当时被称为雄风导弹。111榴炮实验队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。1970年代中期，台湾政府命令陆军进行岸置反舰导弹阵地的先期研究。虽然台湾陆军在研究初期就发现自己缺少对海上目标的搜索能力，建议由海军统筹反舰导弹指挥，但是政府依旧要求陆军建立陆射雄风1型发射阵地。当时为了保密需求，称为111榴炮，编在陆军炮兵第21指挥部。在1981年的汉武演习上，111榴炮实验队还正式展出雄风1导弹。1983年5月1日，111榴炮实验队正式改名为陆军导弹101连，下辖保修、射控、发射等3个排。发射排有2个发射组，每组4人，操作3枚雄风1导弹。在7月份，全连又一分为2，也就是101连、102连。4月之后，又成立了103连。随着102连完成雄风导弹的试射，陆基阵地系统建制完成，可以执行战备任务。按道理来讲，陆基雄风1试射完成之后，部队就要扩编，雄风1型导弹连可以成为营级部队，但最终却没能成功。1985年，台湾陆军的陆经4号案改编完成，原本应该就此告一段落，但是因为内外环境变化，陆军还需要继续精简。1986年，陆军开始研拟下一波的精简计划，代号陆经5号，持续精简18个营，大约1万至1.5万人。为了配合宪兵扩编计划，陆经5号分2个阶段实施。第一阶段以精简步兵师为主，以支持宪兵扩编。如果依旧不足，那就精简通信架设部队。第二阶段以精简运输、卫生等机勤部队，以及后勤部总部为主，并扩编新兴任务部队。在陆经5号第二阶段，陆军的雄风1型导弹连就被列为新兴任务部队，计划将其扩编为营。只可惜，此时的台湾政府决定将岸基反舰导弹部队移交给海军，最终陆军的雄风1型导弹连仅新成立一个104连。这点也很好解释，雄风1导弹的意义在于台湾首次从无到有完成了导弹制造，为后续的发展积累相关经验。但是其半主动导引模式限制了可用射程与作战模式，
所以雄风1导弹之后没有改良计划，而是直接转向雄风2导弹的研发与配属。也正是因为雄风2的研制，陆军的岸基反舰导弹部队被转移到海军。不过这也刚好，早在111榴炮试验队成立期间，陆军就表示由海军统筹反舰导弹指挥更好。1987年，4个岸基反舰导弹部队改立海军，次年海军将其改名为海风大队。等到1991年，海风大队移拨给新成立的海军陆战队导弹指挥部，并准备换装雄风2型导弹。不过海军与陆军队组织文化格格不入，在1992年，陆战队接收人员奉命归建原单位，海风大队仍留海军，这就是111榴炮试验队的起源与结果，也是海风大队的源头。在之后的时间中，海风大队进一步发展，将于2026年迎来重大改革。按照台湾原本的计划，反舰导弹指挥部将改名为制海指挥部。不过因为作战方针以及指挥管制系统的更新，名称调整为滨海作战指挥部，涵盖反舰导弹与滨海作战。按照台湾军方的规划，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2026年元旦成立。目前海军主战部队只有2大作战部队，舰队与陆战队。不过在2026年元旦之后，将改为以舰队、滨海作战部队以及陆战队为主的3大主战部队结构。而现在的反舰导弹部队也将全数编入该指挥部，包括海风大队。届时海风大队也迎来新的改革，计划改编为东南北中4个旅级打击群。此外，滨海作战指挥部还将新设海军制海导弹维护中心，为雄风系列反舰导弹与美制鱼叉导弹提供后勤支援。目前隶属于131舰队的3个光华6号导弹快艇中队以及海洋监侦指挥部下辖的各雷达站，本身就导引指挥导弹快艇或海风导弹车攻击目标的任务，也会一并编入滨海作战指挥部。当然，本期视频的主角还是海风大队，其他的部队我们有时间再聊。进行改革之后，海风大队的任务依旧没有改变，负责周边大约45公里海域的防御，基地预定选址在云林、台南、左营、屏东，构建环台精确打击能力。目前相关工程正在推进。在反舰导弹方面，其主力为雄风2、雄风3以及增程型雄风3，现役雄风2的标准射程为148公里，而最新经过改良的量产雄风2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至200公里之间，并且更加刁钻灵活。在反电子干扰能力方面，已经与欧美反舰导弹相差无几。雄风3的接战距离为150公里至200公里之间，最大射程可达250公里，而增程型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，大大提高了接战距离。三者混合部署后，可以为台湾提供充足的防御能力。至于美制的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，则属于波音公司最先进的性能提升款。虽然台湾没有正式公布其性能，但根据估计，其射程会远高于雄风2的148公里。作为美制武器，精准度、抗干扰能力自然也不差。根据最新的消息，台湾计划在2028年拥有大约1200枚反舰导弹，包括美国同意出售的400枚鱼叉以及现有的800枚雄风系列。其战术则是机动速决。在3月份的时候，台东市区出现6辆外形各异的大型卡车，其中还有3辆卡车的车厢被灰色帆布覆盖，白色的民用车头加上灰色的车厢，属于海风大队标志性涂装。并且从曝光的图片来看，部分车辆还装备了卫星接收天线和雷达装置，加上这些车辆统一使用军车车牌，很明显这是海风大队中某个机动中队。那些被帆布遮盖的车厢装备的则是陆基雄风2和雄风3。海风大队曾多次参与在台东市附近举行的汉光军演，但这还是第一次在市区被民众看到。虽然有媒体致电防务部门进行咨询，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。不过根据台湾军方的规定，军用装备需要根据作战环境特点进行特定的迷彩伪装，即使没有迷彩，也会采用特定涂装以方便辨识。海风大队的导弹车全部采用灰白色涂装，目的大概是伪装成民用车辆，在作战期间可以提高敌方的识别难度，借助这种伪装也能快速在岛内移动。从作战概念来看，台湾这是学习瑞典的区域制海权，想要获得局部作战优势。设立滨海作战指挥部则借鉴了美军陆战队滨海团的模式，减少战机数量，舍弃火炮和坦克等重型装备，依靠小型机动部队执行核心任务，并利用反舰导弹增加威慑力。
只是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，海风大队也遇到了一些困境，比如兵源。火力军并不否认海风大队的战地，但是在扩编上的确面临一定的问题。为了强化一路制海战地，台湾正持续扩编海风大队，比如海风第3大队2024年年底成立。而根据未来的规划，在滨海作战指挥部，海风大队将一分为4，改编为东南北中4个旅级打击群，加上台湾军方不断增加预算，购买反舰导弹，扩编是必须的。但是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，兵源反而成为一个问题。台湾地法院预算中心已经连续2年示警，多个主战部队的现有编制不足80%，其中包括海风大队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兵源不足的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台军各军种义务兵役时间统一为2年，但因为各种问题，在2008年和2018年，台湾2次缩短服役期限，最终义务兵只需服役4个月。为了维持台军的规模，在2022年，义务役时长调整为1年。2024年1月，首批1年制的义务兵入营。只是问题在于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兵源问题，志愿兵太少。根据立院预算中心的说法，在2024年6月底，志愿兵人数为2018年底以来新低。除了兵源不足，部队所需人数也在不断扩大。台湾之前提出的各项采购预案将在未来数年内陆续结案。这些武器都需要训练精良的人力操作，这才导致出现编制人数不足的问题。根据台军相关报告显示，除了海风大队，陆军步兵、炮兵、装甲部队、海军舰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导弹部队等一线战斗部队，实际兵力均未达到编制人数的80%。最严重的恐怕就是空军这边，参加空军的人数相对较少。从2011年至2019年，台湾空军仅新增21名飞行员。随着台湾从美国采购的全新 F-16V 陆续交付，加上在2020年的续服奖励金即将到期，台空军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飞行员短缺问题，就看结果如何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台湾应该如何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